欢迎大家来到 Valuedian 的频道，我是 Kelvin。今天我要出一集关于双鱼草的影片。我知道我们之前出过了一个关于双鱼草的影片，可是今天我出这个影片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双鱼在最近的 Balance Update 得到了很大的 buff， 有3张阿挂的卡被 buff 了，我们有 Sponge、有 Showstar、有 Risky Fish 都被 buff 了。还有一个虽然讲不是阿挂的卡，可是因为在阿挂里面有用到的卡，那就是苦菇，这张也被 buff 了。所以最近我们会看到Double 阿挂有崛起的迹象。所以现在来看一下，这是我现在的 MMR， 我现在暂时是在2200分左右 ，Rank 的话应该是在3000多。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的 replay， 我遇到很多 Double 阿挂的对手，所以这足以证明Double 阿挂有开始崛起的迹象了。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想要把市面上几个主流的 Double 阿挂阵容介绍给大家。OK， 现在我们先来看 Backline， 也就是后排阿挂。我会把后排的阿挂归类成3种 Zero Cost 类型的阿挂。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 Spiky Wing 阿挂。这个阿挂的亮点就是在 Spiky Wing 这张卡。要是我们用 Spiky Wing 这张卡打到对方的阿挂的时候，对方的阿挂会有 Fragile 的这个 debuff。Fragile 这个 debuff 的意思就是说，对方的 XC 的 shield 会减弱。减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需要用一半的伤害就可以打掉对方的 shield。假设对方有100 shield， 他中了我的 Fragile 之后，我只需要50 damage 就可以打爆他的100 shield 了。这个 Spiky Wing 阿挂的特点，它的强项就是它可以很好的清对方的坦克，尤其是那种有高盾的植物或者是爬虫。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 Backline 阿挂，那就是 Bidens 阿挂。Bidens 阿挂的特点就是它有这张可以 remove debuff 的卡 Bidens。人家当初用 Bidens 阿挂的原因是为了对付 Poison 阵容。Poison 其实也是属于 debuff 的一种，所以 Bidens 可以把它去除掉。但是 Poison 阵容经过2个 season 的 nerf 了之后，市面上尤其是在高端局，我们比较少看到 Poison 阵容了。所以我觉得 Bidens 的重要性也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第3种 Backline 阿挂就是苦菇阿挂。苦菇阿挂呢，又可以细分成2种。第一种就是专打坦克的苦菇阿挂，它有 Risky Beast 和 Risky Fish 这2张打 Plant 和打 Reptile Dust 这些很痛的卡。虽然打坦克很强，但是进入1对1的话，要是对方是鱼，我们会处于弱势，因为 Beast 的卡打阿挂 damage 很低，再加上这2张卡的修也很低，所以单挑的话通常我们对不过。第二个就是我最喜欢也是我个人正在用的苦菇阿挂，它会用到2张最高伤害的鱼卡，它们都是120 damage 非常的高。这个苦菇阿挂会有2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它有 speed advantage against 别的 Backline 阿挂，因为我们的阿挂是57 speed 的，别的 Backline 阿挂他们会用到别的 part， 比如是 Plant 或者是 Beast， 所以他们的 speed 都不会达到57。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 Piranha 和 Blue Moon 这2张高伤害的鱼卡，它和别的 Backline 阿挂单挑的话可以有很大的优势。接下来我们来看 Midline 阿挂。Midline 阿挂有2种，第一个就是可以加速的 Arco 阿挂。至于它的背部呢，可以either选 Sender 或者 Scarab 这个 bug 的卡。选 bug 的卡的目的是为了可以打 Plant 或者是 Reptile 有更大的伤害。这个 Arco 阿挂的好处呢，就是它在中期的时候可以 outspeed 别人，所以这里有很多 outplay potential 了。第二个就是有很高盾的 Sponge 阿挂。Sponge 这张卡刚刚已经被 buff 了，所以 Sponge 阿挂会比以前更强了。至于它的 Horn part 呢，可以选高伤害的 Beast 卡，这里我建议用 Dual Blade 了。这个阿挂的好处就是它中期可以叠很高的盾，所以生存能力很高，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少麻烦。接下来我们来看前排。前排的话，我们可以选最普遍的 Cactus Serious Pumpkin Hotbud 的 plan。这个 plan 其实是不错的，它有 Cactus Hotbud 的伤害，有 Pumpkin 的高盾，又有 Serious 的偷能量，所以它是很全面的。要是想要选择更好的 plan 的话，可以选择 Beach Sender Cattail Goda 的 plan。这个 plan 的强项是在于它的高伤害，而且因为有 Cattail 这张卡，它可以很好的应付在高端局经常遇到的 discard bug。
我们现在进入第一个 gameplay， 在这一场 gameplay， 我是右边的那一方，记得我是右边的那一方。第一轮我抽到不错的3张烂卡，所以我就把他们都打出去。这一轮我们双方都 pass。第3轮我决定打死他的 plan， 我这里没有用更多的卡打他，因为我知道他在知道我有那么多能量的情况下，他应该不敢防他的 plan。现在他的 midline 阿瓜已经暴露了，我的2只阿瓜都比他的 midline 还要快，我手上有5个能量，所以我决定用5张卡带走他。上一轮他的 midline 已经用了不少卡，我有信心把他打死。要是他敢打任何 midline 的卡，就会浪费掉喽。他的 midline 果然被我打死了，现在我知道我的 midline 是防不住了，所以我就直接放弃他。现在第6轮，我们进入1对1的阶段了。这一轮就体现出零废卡的好处。观察了他的卡组，我发现到他有 Biden 和 Lamb 这些高盾卡，我知道我这一轮是打不死他的。我的策略是，我要确保我可以活过这一轮，然后下一轮我有先手可以打他，所以我就打2个 Koi 加2个苦库。他是 Biden 阿瓜，就算他也是打2个 Koi， 下一轮也是我有先手的。来到最后一轮，我有先手，我直接打4张最高伤害卡解决掉他。最后，我顺利的拿下这场的胜利。现在我们来看第2个 gameplay。第一轮我打 Cactus 加2个 Series， 希望能偷到他的能量。很不幸，刚才偷不到他的能量，但是没关系，刚才射下的盾也帮我防了一些伤害。这一轮适合打坦克的 Risky Fish 和 Dual Blade 都没有来，所以我就 pass 了。第3轮，因为我的 plan 还活着，导致我抽到很多 plan 的卡，到现在都没有 Risky Fish 和 Dual Blade， 所以我这一轮还是决定 pass。这一轮我用 Risky Fish、Dual Blade 加 Sponge， 看能不能以最少的能量打死他的坦克。很可惜，他把我的攻击都防了下来。现在他的坦克还活着，我现在的情况很不乐观。对方的阿瓜比我的中排还要快，所以我的中排是不敢打任何的卡了。我只好用我的后排打死他的坦克。来到第6轮，现在是这场游戏的转折点。这里我其实是可以把他的中排打死，然后下一轮进入1对1。问题是，要是我用4张攻击卡打掉他的阿瓜的话，那么下一轮我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抽到3张攻击卡而已，甚至有可能只抽到2张攻击卡，再加1张苦库，这样我是未必能打死他的 Mac 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 Mac 是49速的，我手上只有1个 Coin。要是他的 Mac 打2个阿库，下一轮他是会比我先攻击的，这样我就必死无疑了。所以我做出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我只打1张苦库，我让他的阿瓜活着，分担他抽卡的几率，减少下一轮他抽到 Mac 卡的几率。他的 Mac 把我打到残血，
现在他的 Mac 只抽到了 Hair 和 Hero， 我这时候把所有伤害卡打完，来打死他的鱼，并且确保加速。刚才他的 Hair 加 Hero 打不死我，现在我有先手，又有4张攻击卡，所以就可以把它解决掉了。最后，我顺利的拿下这场的胜利。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要是你们有关于 XC 的疑问，或是想要找朋友聊聊关于 XC 的话题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群 ，link 会在 description 里面。要是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可以点赞，还有关注我们的频道哦。拜拜。